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保存鸡蛋不要再放冰箱了，教你这样做保存鸡蛋，不占地方，而且放1年都不坏。一起看看吧。鸡蛋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早餐，大家都是煎个鸡蛋，煮个鸡蛋，或者是蒸个鸡蛋糕，再配上一杯牛奶，简单又营养。所以鸡蛋的消耗很大。所以一买就是很多，很多东西价格都会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所以有经验的家庭主妇都会趁涨价前多囤点。就像鸡蛋，那么鸡蛋买多了要如何保存呢？在这之前，首先说一说，把鸡蛋放到冰箱里面保存是否正确。我们都知道，鸡蛋它的表面表壳上面非常的脏，经常会有一些肉眼可见的鸡粪残留，以及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细菌和大肠杆菌等，上面是非常的脏。但是我们鸡蛋买回家之后，都是直接放入冰箱保存了，并没有进行清洗，因为经过清洗过后的鸡蛋是保存不了多长时间的。而这个时候，我们直接将从外面买回家的鸡蛋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保存，那么鸡蛋上面的这些细菌、大肠杆菌、鸡粪的这些脏东西就会污染到冰箱里面的其他食材和食物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冰箱里面不仅放有一些生鲜水果，甚至还会放一些熟食，比如一些剩菜剩饭、糕点、馒头等等。而当这些食材和我们的鸡蛋混合在一起，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，很容易受到鸡蛋的污染。这样一来，长时间食用被污染的食材，它对身体的危害可想而知。这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做法。下面就来给大家分享正确的保存鸡蛋的方式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知道，鸡蛋想要更长时间的保存，那么鸡蛋壳就不能沾水。买回家的鸡蛋，我们尽量用纸巾或者是毛巾，把上面的一些脏东西和几分残留擦一擦，将鸡蛋清洁一下，这样更利于鸡蛋保存。而不少朋友为了清洁鸡蛋表面的这些鸡粪残留和其他脏东西，会选择用水进行冲洗。其实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的。鸡蛋表壳就像人类的皮肤一样，都是具有一定保护作用的。尤其是鸡蛋壳上面，它上面也有一层我们肉眼不可见的保护膜，可以很好的防止细菌以及灰尘等侵入到鸡蛋内部。而如果当我们用水进行冲洗鸡蛋的时候，鸡蛋表壳的这一层保护膜就会受到破坏。保护膜被破坏之后，就再也抵挡不了外界的脏东西和细菌的侵入了。这样即使我们把鸡蛋外表清洗的再干净，那么鸡蛋也是保存不下来的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我们买回家的鸡蛋，如果表壳上面实在是太脏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或者是纸巾，像视频中的手法一样，将表面的脏东西擦一擦，这样既可以让鸡蛋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，而且也可以让鸡蛋的保护膜不受到损伤。每一个鸡蛋都擦干净之后，直接将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就可以。大家买回鸡蛋后，没有鸡蛋托的情况下，一般都是胡乱放入冰箱内。其实正确的存放鸡蛋的方法是，放的时候要大头朝上，小头在下，这样可以使蛋黄上浮，后贴在气室下面，这样既可以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，也有利于保证蛋品质量。鸡蛋是不可以横放保存的，或者是小头朝下保存的。鸡蛋存放久了，尤其是外界温度高时，蛋白粘液会在蛋白酶的作用下，会慢慢的脱去一部分的水分，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。这时如果把鸡蛋横放，由于蛋黄比重比蛋白小，蛋黄就会上浮，靠近蛋壳，变成粘壳蛋，所以鸡蛋不宜横放保存。今天呢，就和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鸡蛋的小妙招，按照这样保存鸡蛋才正确。放上几个月呢，都会很新鲜，绝对不变质。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种方式，我们先准备1袋大米，
我们可以把鸡蛋放到米袋子里面。一个正常的鸡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头比较小，有一头比较大，形状近似于一个椭圆形，而鸡蛋的透气孔是在小一头的这一端，因此我们要小头朝下，大头朝上，这样把它插入到米里，这样可以阻塞鸡蛋的气孔，这样里面的气体就可以阻止蛋黄无法接近到蛋壳，这样就不会出现散黄贴壳的现象。而大米又是干燥的，把鸡蛋放进大米里面保存，可以吸取鸡蛋表面多余的水分，使鸡蛋一直保持干燥，这样呢就可以延长鸡蛋的保质期。除了大米之外，家里面的红豆、绿豆、五谷杂粮等，或者是米糠，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保存鸡蛋。第二种方式，用茶叶保鲜。我们可以准备一张纸巾，再准备一把茶叶，或者是喝剩下的茶叶渣，将它晒干都可以。我们把茶叶用纸巾包裹起来，然后用一根橡皮筋固定住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现在我们把它放入到鸡蛋里面就可以了，因为茶叶具有很好的吸附湿气、保持干燥的作用，鸡蛋同样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。这个原理呢，和大米是一样的，这个方法既简单又有效。最后我们拴上袋子口，将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，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。第三种方式，准备适量的白酒倒入碗里面，把要储存的鸡蛋依次放入到白酒里面，轻轻的滚动，让鸡蛋的表面均匀的、充分的裹上白酒。白酒可以很好的将鸡蛋壳进行消毒杀菌，能够保护鸡蛋壳不被细菌侵入。裹好白酒的鸡蛋依次摆入到蛋托里面，依然是小头朝下，大头朝上，这样立体摆放，然后也放在家里面阴凉通风的地方。这种方式也可以有效的延长鸡蛋的保存时间。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保存鸡蛋的一些土方法了。这些方法中你用过哪一种呢？你又觉得哪一种方式最有效呢？你最喜欢哪一种方法来保存呢？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如何挑选出既新鲜又好的鸡蛋呢？新鲜的鸡蛋看上去无光泽，而色泽鲜亮，摸起来表面比较粗糙，拿在手上掂一掂，非常的重，然后再用手摇一摇，里面没有水样感的摇晃声音，那么就是新鲜的鸡蛋。这些鸡蛋保存的方式和挑选鸡蛋的技巧都分享给大家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